就知道你们还活着。这些年每每卜卦，都是故友重逢的卦象。你说你们两个有没有良心啊？明明没事，你们为什么不跟师兄我报个信儿呢？师兄，你现在是一派掌门了，你注意点形象好不？你说你啊，一走就是10年，你知不知道你师父多担心你啊？师父他老人家还好吗？你师父他功力骤减，现在已经归隐护舍峰了。但他现在活得挺自在的，他经常和东阳师伯、钟翁先生一块儿谈医论道。忘了个正事儿，这是东阳师伯托我带给你的灵丹妙药，他说你现在功力大减，你服了它之后可以保你后事无忧。还是钟翁他们想得周到，我跟小远现在正需要灵丹妙药呢。就1颗呀？什么意思？这可是你师父走遍了千山，寻遍了良药才炼的这1颗呀！你刚受过伤，服下。我还有灵根，可以再修。你恢复灵力了。这灵丹呢，它只能健体延寿，你这灵力，应该是你服了药的缘故，只能用这1次。无妨，1次也是赚到了。对了，济同州给书院下的1日死期，你们怎么想？自然是与他决一死战。格林，你之前被囚受伤，灵力微弱，不如先回东海。不，我不想逃。阿姐跟叶哥的仇不报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心安的。哪怕是一死，我也要跟他斗到底。济同州这2年党同伐异，早就惹了众怒了。今日来，兴政馆已灭了数个仙门，吴月婷也想挫一挫他的野心，这次是个机会。只是不知道这业火究竟是什么来头。业火源自心魔。左丘仙人在浮屠塔中找到了玄花生活录，书中记载，拥有业火者，大多是执念过于深重，濒临绝望之人。业火就像他们唯一拥有的反击利器，故而又称之为心魔之火。心魔？心魔？难道是方湖岛的沈梦种下的祸根？业火由心魔而生，那么只要斩断心魔，就能灭了业火。哪那么容易啊！想要斩断心魔，得先了解心结。我知道他的心结。可便是知道心结，也要将他逼到穷途末路才能释围。可当今世上，谁又逼得了宣花仙尊呢？我来试试。先生早就料到你的决定，随我来。你只有一次机会，牵制住济同州，助黎妃力挽狂澜。如今只能靠着后辈了。先生当年为助山海千仙，牺牲自己的修为，才护住中土平安，为仙门留下火种。以后便是这些火种的天下了。头
同舟，传言吴越庭功法天下无双，领教一二。我也想请教一下新政府的控武术。哼。叶叶，这街上人多眼杂的，可不换个地方切磋？久别重逢，还是换个地方喝茶的好。畅月，哎，你们都来了。我们也是刚来不久，所以你们是来参加山海初会的？万仙门前还敢动手打架的，也就只有你们了吧？走吧，去客栈说吧。好，走，走。咱们这么久许久不见，今天可要好好聚一聚啊！谢谢。客官，里面请。这一口下去，牙不得崩了呀！这叫胡萝。萝壳呢，遇酸才化，粗味入肉，吃时啊，加点青柠汁，味道会更加鲜美。啊，同舟你真是见多识广，连这都懂。端图虽然不靠海，但是大荒内的美食呢都有常备。日后你来越国，我让你顿顿吃美味佳肴。哎，对了，修远，听说你们这次在白崖碰见了夜叉，那夜叉真像传说中那么凶残吗？不过是个500年前的魔灵恶鬼，不足为惧。500年前，仙门就能将他打得魂飞魄散，这一次一定可以。将士们，殷王爷，有事？师尊有命，吴越庭弟子稍作休整，2日后与海派弟子一同出城，搜查魔族踪迹。此地滨靠东海，与中土习俗有所不同，切记门内弟子务必谨言慎行，不可与其他宗门产生冲突。谨言慎行4字，也望秦师兄牢记。秦师兄走了。啊。哎，怎么样，小师妹？那小人没找你茬吧？找茬？啊，那个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在五岳庭最要好的师兄邓曦光。哦，师兄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些都是我在书院的好友，几同舟，然后叶叶、畅月。你说秦阳林是小人，他欺负李飞了？何止是欺负，他差点就把黎飞当魔族奸细给办了。究竟发生了何事？这吴越庭摆明了就是徇私包庇，你们怎么能忍啊？不行，我这就替你去教训那个秦阳林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等我学好了功法，我打得他鼻青脸肿，让他知道我小棒槌可不是好欺负的。叶叶他们都休息了，你也早点歇歇。哎，李飞。你跟修远到底怎么回事？他几次救过我，所以你原谅他了？你还记得术士石进吗？青丘的那本古书。在去英烈潭之前，他给我下了转移伤痛的魁参术。所以他真的从未想伤害过你。在五月亭的时候，我骂过他，赶过他，也伤过他，可是他一直守着我，生怕我有一丝一毫的危险。
我师父说过，这世间的一切都抵不过岁月流逝，要学会放下。算了，不说他了。听说你在诗草大会拿了第1名，了不起。说起来还得感谢你的赤岩石呢，也是修远让给我的。我回房了。这黎妃现在可真是越来越好看了，比郡主都好看了。王爷，您金尊玉贵，龙姿凤章，黎妃每次见到您，眼睛都看直了。她指定是喜欢您的，错不了。从前嘛是大家年纪小，如今嘛……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你抱这盒子干什么？哦，您不是说黎妃最喜欢金灿灿的东西，还让我准备了很多金首饰、金法宝，还要送吗？黎妃，我想和你聊一聊。聊什么？如果我真是夜叉，你会杀了我吗？你不是夜叉，你只是被夜叉夺舍了。我都不确定，你怎么能这么确定？夜叉那么丑，你怎么可能是啊？黎妃，样子是可以幻化的。哎呀，啰嗦！我说不是就不是，你不许反驳。不管你以前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就是雷修远。以前是，以后也是。好，不管我是谁，我要你记住，我都不会伤你。黎妃，走，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哎，我还没吃早饭呢。敖官有好吃的。不是，去哪儿啊？这是我用千里一瞬命端图皇宫御厨做的早膳。千里一瞬？嗯，啥宝贝？哇，同舟，你得是招财童子吧？这么多金子啊！喜欢吗？抓住他！抓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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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！把他脑壳挖出来！你们是谁？敢来我广生会的地盘砸场子？你管我是谁？同舟，怎么了？抓住他们！上！走。好啊，整个端明城都是我师爷的地盘，你还能跑到哪儿去啊？歌林，施承天，这2位是万仙门请来的贵客，你广生会当街为难是何道理？别管他们是谁，坏了我的生意，就是坏了端明城的规矩，就算是沈先生亲临，他也管不了。他们初来乍到，坏什么规矩了？他们打伤了我们广生会的人。明明是你们先虐杀小妖灵，还想活取脑。
端明城素有严令，禁止虐杀妖灵。先生明知故犯，是不想在东海混了。啊，误会了，什么虐杀妖灵啊？是他们看差了，只不过是小小的教训了下不听话的灵宠罢了。啊，师母不再打扰了，告辞。告辞。走，是。就这么走了。你知道那家伙是谁吗？是。他可是东海76道的岛主，惹了他，准捞不着什么好。走，撤。黎飞，你最近怎么样？还行。格林，同舟眼睛怎么了？这东海怎么会有广生会这样的门派存在？广生会素来横行霸道，将妖兽当作所有物，手段极其残忍。只是门派有别，我师父他纵然不喜，但也不好直接干预。那个姓施的，好像很怕陆离。陆家是东海大族，附近岛屿皆归他家所有，施承天自然是有所忌惮了。格林，海派都如广生会一般欺凌妖兽吗？我们万仙门可不是这样啊！我们跟妖族签订了灵契，数百年来一直都是和平相处的。只是最近确实有些妖灵异常，会不会是魔族在暗中作祟啊？如何异常？端明城突然出现不少不知从哪里来也从未见过的妖灵，听说广生会的人抓了几只，城内的妖兽也常有失控之举。难道与海云有关？我师父说过，海陨之际，四海海水会倒灌入归墟，将中土与四海之外相连，许多妖兽也会因此涌入中土。说不定二者真有联系。妖灵异常，难道真与魔族有关？眼睛受伤了，明日出海就别去了。你睁开眼睛看看，能不能看见？嗯？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有些疼？不疼，我只是忽然觉得看不见也挺好的，这样你就能够一直牵着我的手，不分开。那个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不管你的。你早点休息，别害怕。你也来串门啊？哦，我刚串完，那个，你去吧，明儿见。我本来不打算放手的，以后也不会。我也是。那不如各凭本事。好。这就是一名墓，上面写的什么呀？
海外千州万岛一名目，千州万岛。甘华之境外的机关与这一名目，莫非有关？这千州万岛和魔族有什么关系？魔族就来自千州万岛啊！古书上说，海外有成千上万的岛屿，每一个岛屿上面的风土人情都不一样，妖魔丛生。古书上是说海外有异人，那也不一定是妖魔吧？白崖，乃魔族妖孽埋骨之地，自修建以来，便已封禁。误入者，也是有去无回，凶险莫测。事关中土安危，岂能有侥幸之心？弟子愿随师尊斩妖除魔，百死不辞。弟子愿随长老斩妖除魔，百死不辞。不妙，不妙！怎么不妙了？我刚刚用草节给此行算了一卦，乃地山签之象。地山签不是吉卦吗？地山签放在别的地方自然是吉卦，可这是哪儿啊？墓地呀！这地里有山，这还挨着水，这叫什么？水落石出，那是有大事要发生的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要再算一卦啊！真假？黎飞师妹。秦师兄，上次在历烈谷，是我轻敌大意了，被魔气侵袭，唐突师妹了。还请师妹给我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。草深人稀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小师妹，这草丛里有古怪，跟紧点啊！哦，来了。别碰！这是吴越庭的防御法阵，一旦布下，会对侵入者无差别攻击。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这么要好了？朱颜果然在此。师妹，跟紧点啊！
师兄，所以你后来又算出什么卦了？唉，根本就没算，这卜卦的草节莫名就断了。好像有东西。快走！妖孽，果然是你在搞鬼！你们这些仙门残渣，今日就全都葬在这儿吧！魔物受死！多谢真人，为我族勇士解了这压了数百年的镇墓符咒。没用的，上方有阵法，此阵是吴月庭前辈所设，精妙绝伦，又加以奇门遁甲之术，这里根本就是一个有进无出的迷宫。醉玄师伯不是吴月庭的前辈吗？他不会解啊？来这儿之前，我求师傅带我去查看有关一民墓的秘阵。翠玄师伯来过3次，都是重伤而归。此阵除了摄阵之人之外，世间无人能解。他都不会解，带我们进来送死吗？师傅说过，师伯行事狠绝，对自己和旁人不惜孤注一掷。真是修仙修得无情无面，他修为高，孤注一掷也能活下来，那咱们呢？是草芥，怪不得邓师兄算不出来。别带劲，你会没事的。咱们都会没事的。我师父说了，这世间就没有解不开的毒和阵法，我就不信出不去了。对，既然是人为的，就一定有出口。生门一般在艮位。来，李飞，你赶紧走，别留下来碍眼，真跟你死一块，我肯定死不瞑目。你就认了吧，我死都不会走的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被魔灵侵袭，要将你体内的魔气驱逐出来。你也被魔灵侵袭，怎么还给我输送灵力？就这点灵力，闭嘴！李飞，
没想到还是死一块儿，真是死不瞑目。我以为努力修炼就能护你出去，可没想到还是走到这一步。我真是个灾星。都要死了还说这些干嘛？你那也是为了陆大哥，身不由己。你原谅我了？没原谅，所以等到你死了之后，到了奈何桥，一定要喝下那碗孟婆汤，确保下辈子别再遇到。记住没？我不愿意。我不愿意喝孟婆汤。你死了要给人做替身，世界开始逃亡，颠沛流离，朝不保夕，日子过得还不如我呢。这世界还有什么是你舍不得忘记的？早喝早脱生。此生此命，确实不够。但上天待我也不薄，我有鲁大哥，还有你，我已经很幸运了。其实我也不想忘了。我自小跟师父东奔西走，从不与人深交。你是第一个亲近我的人，也是除了师父之外，我最想亲近的人。我生气，是我那么相信你，可是你却骗我。可是，当你替我转移伤痛之时，我会心痛；你帮我扛下危险的时候，我会担心。原来，这就是花牌里说的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苏瑶。